我們第5種情況是心膽氣虛，心主神明，而膽呢主决断。那我們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胆气，那就非常偏弱，或者呢後天受到過多的一個驚嚇損耗我們的心氣和膽氣，那容易導致心神失去了一個決斷作用，變得容易驚慌不安。因此呢，我們這類觀眾朋友們對睡眠的環境是特別挑剔或敏感的。在這裡我想打斷您一下，您說的這個膽氣不足，那這個是跟我們的這個膽的這個器官是有聯繫的嗎？比如很多人他切了膽，他就會膽氣不足或者比較膽小嗎？這個中西醫它是有這種聯繫嗎？這一點的話其實是不對的因為膽氣我們說的是膽的一個作用和功能，而西醫學所說的膽是物質的一個膽，就是說我們這個膽汁分泌器官，它是一個器官，是的，是這樣子。因此我們的失眠往往是由於後天的一個驚嚇或是不安的生長環境導致一個一驚醒或睡眠很淺我們一點點輕微的聲音就能夠吵醒，醒來之後心砰砰跳，需要休息一段時間才能平靜。平時的性格呢也是比較膽怯和膽小的容易受到驚嚇，做事顧慮多舌頭呢也是顏色偏淡那我真聽明白了，這個呢就是第5種了哈。是的，看來的這失眠的原因可真的是挺多的有的是火太旺了，有的是呢血不足了，有的呢是脾胃堵了，還有的呢是心腎不溝通了，還有呢是這個心膽氣不足了。如果不分清楚，用同樣的方法去調理，可能就達不到很好的效果了。主持人總結的其實是非常的精闢我們接下來呢，就是告訴大家我們中醫的辨證論治的核心思想我們調理睡眠就是修理我們的機器，先要找到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才能夠針對性的去調整。下面呢，我就幫大家針對這5種不同的情況聊一聊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嘗試哪些非藥物的調理思路。那真是太好了，尹醫生哈。那您呢就一種一種的來和我們的觀眾朋友來聊一聊，特別是我們的這個中老年的朋友給他們提供一些安全的、便於操作的，在家庭呢就可以調理的這些建議。首先讓我們從那個第1種肝鬱化火是吧？這個導致的失眠，那這個該如何在家裡來調節呢 ？OK。我們調理肝鬱化火型的失眠往往重在於疏泄和清熱對於這種類型調理的思路呢，依然是側重於疏肝氣機、清肝熱、安心神。我們呢有一個代茶方我們稱之為是代茶飲，3花月甘茶，可以嘗試着去做我們用菊花、玫瑰花合歡花放在一起呢，用沸水進行一個沖泡代茶飲用就可以了。中醫認為我們的杭菊就是菊花呢，能夠清肝明目幫助清散上焦的火氣。玫瑰花有疏肝解鬱的功效，能幫助舒緩緊張以及鬱悶的情緒。最後呢，合歡花也能夠解鬱安神，顧名思義，讓人心情愉快有助於安眠。這道茶呢，口感清香，略帶甘甜適合白天我們容易出現壓力大情緒緊張的時候我們的觀眾朋友可以飲用也可以就是作為一個代茶方都行。如果說我們的胃腸是比較寒涼的容易腹瀉，可以少放一點菊花的用量，或者呢加入1到2片生薑進行一個平和，都是可以的。其次呢，我們也有穴位按摩來增加我們的療效，包括太衝穴以及膻中穴。首先呢，我們看一下太衝穴在哪裡。太衝穴呢是位於足背上第1和第2足趾之間的指縫聯合的凹陷處是我們肝經的原穴，可以說是肝經氣流的開關和出氣口。每天晚上呢睡前我們可以用大拇指的指腹進行一個按揉這個穴位，每側呢點按3到5分鐘感覺有輕輕的酸脹感為宜，也可以呢稍微用力當然我們以舒適為度。從太衝穴向腳趾的方向進行一個推按，這個方向呢有助於清瀉肝火。膻中穴
在於身體的正前方，2個乳房連線的中點啊，這是氣會之穴。一切和氣機不暢的這些個問題或相關的點，都可以找我們的膻中穴。或者呢說我們胸悶嘆氣、情緒不舒時，也可以用手掌的掌根上下進行一個摩擦或者用中指的指腹進行點按有助於開胸中的氣結。第3點就是情緒和生活的一個調節，我們這類朋友們要特別注意了，讓情緒有一個出口，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悶在心裡要打開自己的心結，找到信任的親友進行聊聊天寫寫日記，或者呢培養一些新的愛好，比如說园藝徒步、書法都可以来轉移注意力。我們睡前呢1到2個小時，我們建議遠離電視、手機，避免看到情緒或刺激緊張的節目也不要討論容易引發爭議的話題，可以聽一些舒緩的古典音樂。自然我們白天的噪音白天適當的增加戶外活動多看看綠色的樹木和花草。中醫學認為青色入肝有助於肝氣的疏導好，您上面講到了這個膻中穴是吧？就讓我想到了一個情節，就是那個金剛他在生氣的時候，他就特別願意捶胸頓足，這個捶胸的動作是不是就是捶的這個膻中穴呀？可以這麼理解因為畢竟是影視劇和中醫學呢是有一定的這個區別的。傳統的中醫學認為呢，我們的膻中穴確實是梳理我們一切氣機不暢的一個大穴位好。大家都聽清楚了吧？尹醫生呢，針對這個肝鬱化火型的失眠呢，給出了疏肝氣、清肝熱、安心神的核心調理思路，還把它呢拆解成了3個好操作的方法。一呢是喝由菊花、玫瑰花、合歡花組成的3花月甘茶。腸胃寒涼的朋友呢，記得調整用量，還可以加一點生薑。2是呢，睡前要按摩腳上的太衝穴和胸口的膻中穴，疏肝理氣，清泻肝火。第3呢，最關鍵的呢就是要給這個情緒呢找出出口。睡前呢，遠離刺激，放鬆身心。白天呢，多接觸綠色的植物。這些方法呢，都是很日常的。是很容易堅持的，特別適合那些被情緒壓力困擾着導致難以入睡的朋友們。那講完了第1種，接下來咱們聊一聊另外一種不同類型失眠的調理方法吧。好的，主持人。接下來呢，我們看一下第2種，就是調理心血不足型的失眠，重在於滋養我們的心血與安神。心血不足的本質是導致睡眠差和多夢的誘因。調理的核心呢是補養心血寧心安神。第1點就是食療方我們用龍眼、紅棗養心粥，可以用龍眼肉紅棗去核然後加粳米一起進行一個煮，作為晚餐或睡前的一個加餐龍眼肉就是我們的桂圓肉我們認為是性溫微甘，是補益心脾的佳品，也是我們養血安神的上好的一個食療方。紅棗能夠補中益氣、養血安神這道粥呢味道甘甜易於消化，能夠溫和的滋養心血。如果我們體質偏熱容易上火，可以適當的加一點紅糖一起煮都是可以的。第2點呢，就是我們經典的一個湯飲，我們稱之為是甘麥大棗湯。這是一個來自於我們醫聖張仲景《金匱要略》裡的經方，藥食兩用非常平和。用甘草、小麥大棗洗乾淨之後呢，用水進行一個煎煮然後喝湯就可以了當然，我們大棗也是可以吃掉的。小麥呢，最好就是浮小麥，就是我們的鼻骨用養心除煩甘草和大棗能夠補益我們的脾氣調和諸藥。這個方子呢，其實對於心中莫名的煩躁悲傷欲哭，甚至呢失眠、精神恍惚都有很好的緩解作用，尤其適合我們的女性觀眾朋友們。我打斷您一下，您說的那個就是指那個大麥它是空的，对，是鼻骨就是我們放在水中飄起了這一層这是浮小麥具有寧心安神的功效